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扎龙村，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一座清朝古墓被发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具百年不腐的女尸。这具女尸不仅保存完好，还隐藏着一段关于生死、爱情与悲剧的秘密。300多年前的某个夜晚，村里的一块小山坡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女人哭声。由于是夜晚，哭声又非常凄惨，导致根本没人敢靠近。从那以后，这片小山坡成为禁地，再也没人敢过去，就算白天，人们也是绕道而行。1999年，为响应国家想要复兴修路号召，扎龙村家家户户参与了修路，而扎龙村那块禁地小山自然也在通路的规划当中。一个晴朗的早晨，齐齐哈尔市扎龙村的村民们如往常一样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劳作。这天，他们的任务是修路，为此需要挖掘土石来铺设道路基底。村民们选择了一个位于村边的土岗，这里因临近荒凉的大坟地和传说的故事而鲜有人迹。太阳逐渐升高，村民们手持锄头和铲子，劳作的声音在空旷的土岗上回响。刚开始去挖掘出的都是一些松散的土壤和沙石，然而随着挖掘的深入，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一块块青砖石开始出现在他们的铲子下，这些青砖石看起来十分古老，被风化的表面已显得有些粗糙，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随着挖掘的深入，一个惊人的发现逐渐浮出水面，一座古墓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迅速赶到现场，对这座古墓展开了科学的发掘工作。这是一座典型的夫妻合葬墓，墓室宽敞，虽然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但整体结构依然保存得相对完整。墓室内并排摆放着2具棺椁，一高一低，显然是为一对夫妻准备的安息之所。东西两侧各放置着一口棺材，男棺位于西侧，女棺则置于东侧。男棺中的尸体已经腐朽，只剩下零散的白骨和衣物。当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副棺椁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这一具女尸，她并没有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化为白骨，而是保持着惊人的完好状态。她的皮肤虽然干燥，但肌肉关节依然清晰可见，甚至连脸上的痣都依稀可辨，不难看出其生前一定是很有姿色的美人。但令人疑惑和不解的是，女尸的面部表情极为狰狞，嘴巴大张，四肢弯曲，似乎在生前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才死去的。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专家们还在棺椁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抓痕。这些抓痕深陷在木质棺椁之中，有些甚至渗透着已经干涸的斑斑血迹，显然是在女尸生前留下的。而这些抓痕也成为了后续专家们解开女尸之谜的关键线索之一。与女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具棺椁中的男尸已经化为了白骨，只留下了较为完整的头骨和一些衣物。而那具女尸经过勘测，身高约164厘米，专家从尸体的骨骼推测，年龄大约在25岁左右，身上衣衫虽然不整，但穿着华丽，仍透露一股皇室贵族的气息，鼻梁秀气而又挺拔，为整个容貌增添几分英气。但美中不足的是，其宝石般的眼睛是外凸的，而更为骇人的，仍旧是棺材内壁上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抓痕。这些抓痕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名女子生前的绝望。那么，这位仅仅只有25岁的年轻女子究竟为何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离世呢？面对女尸的狰狞面容和棺椁上的抓痕，专家们不禁产生了种种猜想。难道这名年轻的女子是因为丈夫的死而被人活埋陪葬了吗？对于清朝皇室贵族而言，活人陪葬不仅是一种信仰的体现，更是一种尊贵身份的象征。他们通过要求大量活人陪葬来彰显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满足死后仍能统治和享受的欲望。
因此位高权重的人为了死后仍能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和被人服侍的生活，便要求活人陪葬，以确保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有人陪伴和侍奉。这一习俗的残酷和无情，正是诞生在明清的恐怖传统与人类的虚荣心之下，这也反映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和人性的扭曲。但就在专家为脱去女尸衣服，对尸体进行细致查看时，得到的答案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经过深入研究，专家们推测，这名女子在生产时极有可能遭遇了难产，猜测因体力耗尽而昏厥，被家人误以为已经去世，于是匆匆下葬。然而她并未真正死亡，而是在棺材中苏醒过来，经历了极度的绝望和恐惧，最终因氧气耗尽而悲惨离世。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产婆和家人在慌乱中误以为她已经死亡，便匆匆将其下葬。然而实际上她只是陷入了假死状态。当她在棺材中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被活埋在了黑暗狭小的空间里，恐惧和绝望瞬间淹没了她。她拼命挣扎呼救，却无人能够听见她的声音。在古代封建社会，人们深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种观念在明清时期尤为盛行。后续专家们从男尸的骨骼年龄判断，男尸死亡时大约在60至65岁之间，而女尸却仅有25岁左右，两人下葬时间相隔了近30年，由此证实了这名女尸并不是先前所推测的因丈夫的去世被活埋陪葬。然而清代的葬礼流程极为复杂，包括小殓、大殓、起奠礼、奉仪礼等多个环节。在葬礼期间，全国上下要为其服丧，并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与敬意。既然有如此纷繁复杂的墓葬制度，在这一过程中竟无人发现女尸还存有一线生机，对此专家们也感到费解。随后专家们在查看女尸下体的时候，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两腿之间竟然有一块奇怪的黑色粘连物。那么这又是何物呢？也正是因为这块黑色粘连物，由此证实考古专家们之前的推测极有可能是正确的。女子生前因难产昏厥，被家人误认为死亡而下葬，而下葬后女尸在棺中苏醒，因生产身体极度虚弱，且棺内氧气耗尽，无法挣脱棺材，胎盘脱落，最终在痛苦中窒息死亡。积年累月之下，脱落的胎盘最终变成了两腿间象征凄苦的不明黑色物体。这位可怜的孕妇本来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盼着能生个健康宝宝。她怀胎10月，总算到了分娩的日子。但是难产带来的剧烈疼痛和大量消耗，让她在生产时出现了短暂的昏迷。这本来是正常情况，只要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医疗救治，就能挺过去。可是那时医疗条件太差，照顾她生产的人以为她死了，就急忙把她放进棺材埋了。一个刚有身孕的年轻女子，就这么被无情地夺走了性命。要是当时有经验老道的大夫在，或许能看出她还有救，也就不会有这场悲剧了。刚被错当成死了没多久，这位母亲在棺材里醒了，周围黑黢黢的，她发现自己还活着，吓得不行。她使劲拍打棺材，想要喊救命，可什么也没有。她满心绝望地发现自己居然被活埋在了土里。在这绝望之下，她使尽了浑身的力气挣扎，试图挠破棺椁。在又长又痛苦的挣扎里，棺材里的氧气一点点没了，她最后因为窒息丢了命。那时候她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是恨自己命太惨，还是恨没人听到她喊救命？或者是为那刚到世上就被夺走的新生命伤心？这起悲剧不仅揭示了古代医疗条件的落后和人们对死亡判断的局限性，更让死状之凄惨，
经历之痛苦无不令人扼腕叹息。然而这名不幸的女子却为何能在100年之后保持尸身不腐，一旁的墓主却只剩一具白骨呢？至于女尸为何能够100年不腐，专家们认为这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首先，这名女子下葬时正值年轻，身体内的水分和脂肪较少，有利于尸体的保存。其次，女尸不腐的原因也跟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墓室位于扎龙湿地附近，扎龙村地处于松嫩平原乌日尔河下游的湖沼芦苇地带，地势低洼，地下水源丰富。夫妻2人虽然在同一墓室，但是女主人的棺椁是被架空放置的，这样就隔断了地上湿气的侵蚀，又保持了良好的通风，从而对棺椁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第3个原因是，女尸生前可能服用过一些具有防腐作用的药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她尸体的保存。而在女尸的考察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女尸牙齿脱落严重，可能因长期服药导致慢性药物中毒。明清时期，炼丹术盛行，许多帝王贵族追求长生不老，纷纷尝试炼制和服用丹药。然而，这些丹药中往往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成分，如铅、汞等，长期或过量服用极易导致重金属中毒。具体来说，重金属中毒会对人体造成多方面的损害。铅中毒可能影响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等，导致记忆力减退、贫血、腹痛等症状。汞中毒则主要损害神经系统，表现为失眠、记忆力衰退、情绪不稳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大量的重金属导致其身体血液循环不畅，反而降低了身体腐烂的速度。女尸生前为了调养孕期身体，服用大量中草药和滋补品，而这一系列化学反应正是根本原因。且墓主人身形消瘦，在因难产休克过程中更是多日未进食物，胃内早就排空，自然也不会造成微生物的分解。整个墓室是由青砖砌成，白灰和胶泥将缝隙填满。墓室顶上的夯土层更是阻挡了雨水的渗入，而墓室下面还有永冻层和粘土层，地下水的渗入也可以就此避免。这一系列因素的结合，恰好造成现在尸身不朽的模样。所以扎龙村多年流传的并非是谣言，当年盗墓贼的确是听到了墓室中如同女鬼一般凄厉的哭喊，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活人的求救声。那么还剩最后一个谜题等着我们去揭开，那就是这名女尸和男尸究竟是谁呢？女尸的线索过少，专家们一时不得要领，只能先通过陪葬品去探求男尸的身份，以此来揭开女尸的谜团。首先是墓主人的身份，专家们查阅了清朝的随葬制度，得知清朝随葬制度其特点可以归纳如下：清代帝后、王公、外藩蒙古与品官等的丧礼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其中以帝后的规格为最高。帝后的丧葬礼仪最为隆重而繁琐，旨在显示其生前死后的权势与殊荣。清代帝后的随葬品包括宝石、珍珠、翡翠、瓷器、玉器、金银器、古玩、穿戴用品等几大类。这些随葬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价值连城，处处彰显着封建统治者对死后生活的奢华追求。清代还保留了册宝随葬的传统，册宝是皇帝后妃们生前晋升时所颁布的册文和印玺，象征着等级地位。而这具男尸身旁便放着几份文牒以及印玺，好似炫耀着当年墓主人的风光。对于随葬品的处理和子宫的安置也有严格的规定和仪式。就像这墓主人的谱子上面绣着云纹金钱豹，这是清朝象征武力与皇族的标志。身上的官袍也为墓主人身份提供了关键线索，官袍前后皆有一块约1尺见方的卜子，其上绣着多种图案，
包含祥云、各类花草树木、山岗丘陵以及金钱豹等动物。经专家们查阅相关资料获悉，原来配有此类服饰的官服系清代三品武官的标识，同期出土的部分铜钱与一些饰物亦均为清代乾隆年间之物，由此能够推断出该墓的确属于清代，距今至少已有300年之久。由此专家推测出，在这具男性棺木之中所躺着的乃是一位三品武官，而这名可怜的女尸耳朵上有3个耳洞，这在清朝是贵族女性的特权，普通百姓只能戴1个或2个耳环。此外，墓志铭上的诰封2字也进一步证实了她的贵族身份。根据墓葬的年代和规格，以及随葬品的特征，考古学家推断这座墓葬具体是属于清朝乾隆年间。由此可以确定，女尸是乾隆时期的一位诰命夫人，姓莫尔根觉罗，与身旁的男尸，一位乾隆年间的三品武官合葬于此，并且从墓室的结构以及部分松动的青砖加以判断，也确证了2人乃是后来方才合葬一处的。就男性枯槁的面容而言，其死亡时的年龄大致处于60至65岁区间。至于女性，从年龄判断约为25岁。由此可知，女性墓主人先入葬墓室，而男性墓主人约在30年后方才下葬，该尸应是这位男性墓主人的前妻。这座墓中的2口棺材，一男一女，分别放在墓穴的西侧与东侧。这2口棺材中间有一条过道，有80厘米宽。其中，男性木棺的棺底镶嵌在没有铺青砖的浅坑里，而女性木棺的棺底前后2端及中间还垫着3道用青砖落成的横带，这种结构又能防潮又能通风。而且墓室顶上一层厚厚的夯土层，同样起到了防止雨水往下渗的作用。不仅如此，扎龙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帮了大忙。扎龙这个地方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芦苇湿地，但是它处于寒冷的半干旱地区，地下存在永冻层。也就是说，男女墓主人虽然常年在同一座墓室内，但通风防潮更好的女墓主更符合冰箱位的要求，所以尸身就得到了更好保存。除了棺木下的青砖立功，女尸还尸身不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生前曾大量集中服药，尸体口中只有1颗牙齿，尸体保存完好，皮肤呈现出奇特黄色，身上还出现了一层黄白相间的沫状粉渍。专家们分析，这很可能是女墓主因为身体原因大量吃药进补或治疗，这才造成了牙齿松动和脱落，而她身体内的药物成分在死后析出，这样的化学反应如同中国老百姓腌制咸菜的原理，这才造成了女墓主成了咸菜一般，得到了比较好的保存。如此一来，女尸不腐之谜也全部揭开了。这名女子的尸体状态恐怖，四肢往上弯曲，2只手臂张开，嘴巴更是像在惨叫什么。这样的状态与棺材盖上的抓挠痕迹也得到了解释。正如视频前面所说，在诰命夫人临终前，家人会为其准备寿衣、寿材等后事所需物品，并安排家族成员及亲友守候在旁。夫人去世后，首先进行小殓，即为遗体穿上寿衣，然后进行大殓，即将遗体放入棺材中。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家族成员的哀哭和道士、僧人的诵经超度。遗体安放入棺后，棺材会停放在灵堂中，供亲友吊唁。期间，家族会举行多次祭奠仪式，包括初祭、大祭等，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与敬意。选定吉日吉时后，举行出殡仪式。出殡时，诰命夫人的棺材有专人抬送，家族成员及亲友跟随其后，沿途可能设有路祭，以供奉逝者灵魂。到达墓地后，进行下葬仪式，这包括将棺材安放入墓穴、封土筑坟等步骤。同时，
家族成员会进行最后的祭奠和告别仪式。下葬后，家族还会在特定的日子前往墓地祭祀逝者，以缅怀先人。也就是说，在如此之多的流程下，此女因休克导致的昏厥，随后一直亲眼看着自己走向死亡，心中该是充满多么无尽的悲伤与痛苦。如此一来，我们便知道了全部的故事。200多年前，一位清朝贵妇怀孕期间身体羸弱，为了保胎，吃下了大量滋补养身的药物，但这些药物虽然勉强支持她生下了孩子，但还是因为胎盘不能排出等原因咽了气。家人们给她穿上入殓的衣服，快速下葬。没想到的是，这位贵妇人竟然是假死。躺在棺材里的女人悠悠醒转，但这时身边已是一片黑暗和死寂。这位年轻的女性拼命抓挠棺盖，并试图推开早先棺木里挂的一圈布，包括她手和脚缠的布全部被撕烂扯掉了，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挣扎当中，胎盘从腹腔流出，也带走了她最后的力气。她在绝望中死去，墓中棺内的异常动静虽没能救得她的性命，却为当地留下了一段闹鬼禁地的传说。而他一直执念渴求的重见天日，却是200多年后的盗墓贼带来的。如此一来，纠缠在这女尸身上的3重谜团都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但这揭秘的过程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诡异无比又凄惨非常的年轻女子的悲剧。看似冰冷诡异的尸体背后，蕴含着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而她死亡的真相在200年后才被揭开，也许也是他的执念所在。当真是活人陪葬悲歌起，千古哀鸣泣血泪。生者无辜负黄泉，命运惨烈心如灰。悲哉世，事多不公，愿此人间不负哀。